自然之道，养万物之生。上世纪初，现代农业耕作方式弊端纷纷显现。如何长久保持土壤肥沃？美国土壤学家富兰克林金带着深深疑问，从大洋彼岸来到东方寻找答案，切身感受到天人合一的自然之道，写下4000年农夫，惊叹中国农耕拥有无数魅力、智慧和活力。历经4000多年，土壤肥沃依旧。东方农民是勤劳智慧的生物学家。这段挂满岁月沧桑的横木叫做水木刻，常年萦绕在山间的流水，就是通过这一个个小小的木刻，从主干渠分配到支渠，再有效分配到每一块梯田。从木开始，10只木和20只木来开学，也不能多，也不能少，都是祖白白练下去的。严密细致的分水制度，保证了高低不同每户田地都能得到充足的水量。1300多年来，依山开田，蓄水种稻。哈尼族人用勤劳和智慧，雕刻出这片精美绝伦的天地风光。农历8月初，稻谷丰收的日子，哈尼族迎来了传统的新米节。采摘、宰牲、尝新，家家户户祭拜天地，祈求日月永照人间。今天是7月8，那边种的是我们的土地，这是我们丰收，丰收啦！全世界人均耕地4.8亩，而这里17万亩梯田，却养育近34万人口，半亩地养活一个人。这个人与自然巧妙结合取得的优异成绩，被载入世界遗产名录。云贵高原，细雨蒙蒙的黔东南苗寨里，王二妹的脚步声格外清脆。
一个个生机盎然的小生态系统，在朴素的劳作中自然形成。苗乡人家的稻田鱼鸭传统生产方式，已沿袭了上千年，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。王二妹即将离开大山苗寨，去贵阳完成4年学业。她想用画笔留住家乡的秀美风光。依依不舍的父母，偷偷地在二妹行囊里塞进新打的稻米。这是苗乡对远行亲人的淳朴祝福。上大学是一件开心的事儿，但是离开家乡又是一件特别不舍的事儿。可能家乡的米永远吃不够吧。在乡亲们的送行卢声声中，王二妹依依不舍，走出生养她18年的大山。取之有度，用之有节，则长足。中华民族向来崇尚自然，热爱自然。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，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和自然平衡哲学。生态工程师周斌新正在监测的这片海滩，2年前还是连结成片的鱼塘。当地启动退塘还林工程，特意请来了生态修复专业团队。这片区域呢，栽植了红树苗，大概1950亩的这样一个数量，每间隔20米就是一个红树的品种，是有秋茄，然后尖瓣海莲、木兰，还有桐花树等10余个品种会在这里面去生存。曾经单薄脆弱的海岸，已经开始显露生态恢复的生机。红树连片扎根生长，底栖生物孕育繁殖，各种鸟类回迁觅食。希望就是有成千是上万只的鸟类回归，其他软体底栖动物在这栖息。扎根在海水中的红树林，属海洋木本植物群落，是海洋生物洄游、繁殖、栖息的重要场所，具有造陆、护岸、净化海水的功能，被誉为海岸卫士。这片滩涂经过生态修复，将与不远处的东寨港红树林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连接成片。更多年以后，希望它能长成真正的海上森林的一个生态系统的状态，成为真正的一个人与动植物和谐共生的一个家园。东寨港自然保护区3000多公顷范围内，分布着35种红树林植物，栖息着115种软体动物，119种鱼类，70多种蟹类，40多种虾类和220多种鸟类，多重物种形成了完整的生物链，构筑起稳定的生态系统，庇护着海南岛海岸线。相距东寨港300多公里的广西北仑河口，
同样生长着1300公顷红树林。这里的近海岸生态修复工程已经持续了20年。这片海草床上人工种植的矮大叶藻，培育成活就用了8年时间。这边长势还比较好，海洋生物也比较多。如今，丰茂的海草床已经成为巨大的海洋生物基因库。生存物种比海草匮乏时增加了5倍，原始物种后也重归遨游。中国海岸生态系统修复工程已持续多年，全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“14·5”规划描绘着这样的愿景：到2035年，全国近岸重点海湾基本建成水清滩净、鱼鸥翔集、人海和谐的美丽海湾。黄草岭高又高，水冷茎深收成少，山毛野菜度秋荒，半年洋芋半年乔。这是黄草岭村曾经贫穷的写照。当时就是把整个山林了嘛，那些树嘛一片一片的砍倒，挖翻回种苦桥，水土流失相当严重，有些地方还会出现泥石流。10年前，黄草岭村民意识到顺势而为的道理，放弃挖山、平地、种田的传统工作，采用接近天然林木的生长方式，混种樱桃树、苹果树、梨树、核桃树。适宜的环境让黄草岭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花果山。多少钱斤啊？240。240啊？太贵了吧？不高，早下都卖200包呢。每逢集市，黄草岭村民采摘的野生蘑菇山菌特别抢手好卖，他们总是最先打样回家。着眼长远，保持定力，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。那些曾经被视为房梁柴火的高大乔木，如今成为林下经济的庇护伞。林间穿梭的走地鸡，各种野生菌种和药材，成为村民多元收入的一部分。生物多样性红利，让黄草岭村家家户户都住上了乡村别墅。今天，全球 GDP 的1半以上，约44万亿美元，依赖自然资源的贡献。人类更需要依赖自然生态系统，减缓气候变化，减轻自然灾害。茅屋素，蒙语意为南生草木的土地。山西右峪地处茅屋素沙漠东部，贫瘠
曾是这片土地的标签。在这个地方种树都不容易，种活一棵树，也可以说比养活一个孩子还要难。10万幼育人，一代又一代接力，让1亿多棵树在这里落地生根。绿色版图从山西右峪向西推进了300公里。小朋友，你看爷爷怎么栽树啊？可以在这儿再挖一个。哎，你看，然后把树再拿下来。宁夏灵武地处毛乌素沙漠西部，每一位灵武人都会种树。30多年来，这里的人们治沙造林60多万亩，控制流沙面积100多万亩，将绿色向东推进了几十公里。毛乌素沙漠南端的延安，也曾是中国生态最脆弱的地方之一，近80%面积水土流失。短短20年间，延安退耕还林上千万亩。如今，延安3.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有60年前的飞机播种造林，有40年前种下的3北防护林，还有20年前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种下的林木。不同时期的林子，今天完全连成一个整体。陕西绿色版图向北延伸400公里，右峪向西，灵武向东，延安向北。毛乌素沙漠1万多平方公里流沙止步生绿，80%水土不再流失，茫茫荒漠变成一片绿洲。连接西北、华北和东北的3014万公顷3北防护林，防风固沙、涵养水源，调节气候，是守护400万平方公里北方国土的绿色长城。绿色是生命的底色。几十年来，中国坚持不懈，为神州大地披装绿色。全国森林覆盖率已由上世纪70年代初的12.7%提高到2020年的23.04%。中国森林净增长量世界第一。Is China's Sahanba Afforestation Community. 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their representative, Madam Chin Ya Xian, to the stage. 塞罕坝，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，荣获联合国环保最高奖项地球卫士奖，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榜样。美国宇航局卫星监测数据显示，过去近20年，中国植被增加量占全球植被总增加量至少1/4。与此同时，中国 GDP 占世界经济比重也从40年前的3%增长到现如今超过16%。中国经济增长与绿色增长相得益彰。燃烧带来光明与温暖的化学反应，是人类文明前行的能量之源。然而，低效的能量转换方式带来的逸散，持续灼烧着我们的家园。这个培养温度是多少？培养温度是40度。哦，40度。
这个容器内盛装的微小生物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——硅藻。硅藻的话，它因为在海洋里头啊，贡献了40%的光合生产力。对，它对于固碳、对于全球气候变化都起很大作用。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正在利用这些微小的绿色植物，研究地球上存在时间超过数十亿年的能量转换方式——光合作用。如果研究顺利成功，人类就能从人工模拟光合作用，开发运用无穷无尽的太阳光能，从而减轻对石化能源的依赖。2020年底，中国向世界承诺，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，努力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。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，坚实而可靠。1985年的6月15号，在白云山，只有一个，但是之后白云山就再没见过采蚧蝶。我希望它还没有灭绝，还能够再看到。30年来，陈锡昌走遍了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名山大川，希望能再次见到自己心中的精灵——采蚧蝶。蝴蝶通常寿命仅有1周，它以短暂的生命装扮着世界。蝴蝶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凄美婉约的特殊情感。广西之行，采蚧蝶没有露出它神秘的面容，陈锡昌决定前往海南寻找。尖峰岭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、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，是蝴蝶理想的栖息地。在一株红花廖木的枝叶上，陈锡昌寻找到一枚蝶卵。不是采蚧蝶就是黄金的卵，是蚧蝶的卵没错。到底是不是采蚧蝶，需要采集带回广州鉴定。蝶卵顺利孵化，幼虫健康成长，经过5龄蜕变，幼虫成功化蛹。今天晚上，蝴蝶可能会破蛹而出，陈锡昌彻夜守候。羽化成蝶的动人时刻终于来临，破蛹而出的灿烂生命，正是陈锡昌梦寐以求的采蚧蝶。广州白云山，采蚧蝶原本的栖息地之一。陈锡昌细心地将采蚧蝶放飞山林。希望它能够在这里恢复种群吧。对了。人类已知的昆虫有110多万种，世界上85%的农作物依赖于昆虫传粉。昆虫是人类生产劳作不可或缺的生物资源。在最新版的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，昆虫已由原来的21种增加到75种。
保护昆虫，让自然世界充满生机。2020年7月，一份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邀约，向全世界充满想象力的青少年传递着这样的信息：如果你针对减缓气候变化、保护生物多样性有自己的想法，请提出解决方案，你将有机会得到联合国合作伙伴的孵化支持。好的，我们这边 ready 了，可以开始。我是石一彤。现实中存在这样的问题，多数人都认同当下的生态环境存在问题，如何提升环境危机严重性的公众认知呢？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运用全新技术，充分实现沉浸式和互动体验的巡回展览。来自中国的6690份提案，背后是1万个15到24岁中国青少年对地球命运的关切。这一群体的声音看似微薄，但却是传递给人类未来的中国声音。如今，建设美丽中国已成为全民自觉行动。公民10条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，传递着绿色生活理念，倡导着生态环境责任。美丽中国，我是行动者。全国开展的主题实践活动，提升着公众生态文明意识，引领着公众生态文明观念。我爱绿色城市，我爱美丽中国。生态就是经济，在发展中保护，在保护中发展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。这是中国为全人类贡献的智慧。可持续、可复制、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，正在被世界分享。